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就是很多网友说现在的车载充电器动不动就是80、100、200瓦，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关于车充方面的视频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，走一波。咱们的每一个产品的评测视频和拆解视频，咱们都是分成2个视频来做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今天咱们这个就是 OPPO 的80瓦的原装车充，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是开箱评测。这一款 OPPO 的80瓦的车充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包装盒啊，正面就是一个车充的实际照片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英文的标识，这边写着有超级闪充车载充电器，这边的话是 OPPO 的 logo， 然后背后写着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信息，然后这边有参数和规格，这边是 SN 码信息。然后我们把盒子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盒子是2层的啊，里面有这个车充的说明书，车充在这里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这上面还有一层塑料的保护膜，咱们把它撕掉，这个上面是磨砂的质感，这上面是光面的质感，然后这是它的触点，这2边还有触点，这上面印有 OPPO 的 logo， 然后这里有闪充的英文标识，然后这个上面它的规格信息，支持12至24伏的输入，最高8安的电流都可以。USB-C 口输出最大功率30瓦 ，USB-A 口最大功率的话是11伏7.3安，也就是80瓦。C 口加 A 口同时输出的最大功率是63瓦。车充的正面这里有螺旋纹的设计，这上面摸起来是有纹路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这里是磨砂面。这里是 Type-C 口和这个是 USB-A 口。咱们这款车充的重量连盒子一起是 94.8 克，车充净重的话是 42.8 克。车充的上半部分直径是 32.9 毫米，下半部是 20.8 毫米，高度是 80.75 毫米。整个车充的设计为黑色，整体的话看起来是非常优雅，看上去也是很有档次的一种感觉。咱们外观看完了，直接进入测试环节。咱们用仪器来读取这个车充的 USB-A 口的充电协议，支持的协议是 QC 3.0 的5伏9伏，三星 AFC 的5伏9伏15瓦，华为 FCP 的5伏9伏18瓦。这是 OPPO 的 Work 闪充。咱们来看看这个车充的 Type-C 的协议，华为 FCP 的5伏9伏18瓦，三星 AFC 的5伏和9伏18瓦功率， QC 2.0、QC 3.0 的5伏9伏3.6至9伏， PD 3.0 的最高30瓦和 PPS 的3.3至11伏的3安。这个 DCP 就是充电器的基础功率啊。咱们现在就是对它进行实际充电测试。这个是 OPPO 的车充，咱们就用 OPPO 的手机来进行测试。这台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150瓦，超级闪充的标识已经打开，并且可以显示小数点后面2位。咱们这个是用的 OPPO 的8安的原装数据线，功率可以达到接近60瓦的功率。咱们这一个手机充了大概33分钟就把电充满了啊。我们看一下曲线图，60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2分多钟，然后降为55瓦的功率持续了大概2分多钟，然后降到40瓦，大概持续了10分钟左右，然后降为30瓦的功率，一直充到80%，它是逐渐的降功率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绿线，电压一直维持在9伏，一直把电充满的啊。这个充电速度还是挺快的。这个充 OPPO 手机时候的温度的话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，最高的时候它是到了 42.5 度，咱们室内的温度大概就是16度左右。这个充电器它支持了华为的 SCP 的档位，咱们就找一个荣耀手机来进行测试。这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40瓦的充电器，它可以启动快充功能，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1瓦左右。咱们这个手机充了1个小时5分钟左右，充了大概充了87的电量。它的功率的话一直都是9伏，大概10瓦左右的功率。充到80%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，80%的时候开始降功率了啊，在1个小时的时候就充到80了。这种品牌的充电器的话，它对其他的品牌兼容性的话不是很好，但是比普通的基础功率还是要高一点点。温度的话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的话，功率不高，一直就是20多度的温度啊，24度左右。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的话，咱们用苹果的12 Pro Max 啊，
咱们现在这个手机是31的电量，充电的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1瓦左右。这个12 Pro Max 已经充了93的电，充了1个半小时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，这个能量的话符合20瓦充电器的标准啊。这个给苹果手机充电的话也是没问题的，看曲线图能看得出来的。温度最高的话也就是22度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是检测这个充电器 Type-C 2口最大功率输出的时候，它的温度情况和这个能量的情况。咱们这个充电器满功率运行1个小时了啊，这个功率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，能量还是挺足的，30瓦。我们输入电流是12伏，30瓦是足的啊，12伏都有30瓦，24伏就更加不用说了。大部分的时间温度都是在26度以下的，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啊，温度不高，30瓦的功率根本没有多高的温度。这是咱们用诱骗器诱骗 USB A 口最大的功率41瓦，它这个 A 口这个80瓦的功率的话，它是针对了 OPPO 的设备。因为咱们手头上用手机直接测试的话，它是一种智能的动态的功率，所以说咱们就选择用诱骗器直接诱骗到41瓦的功率，这是最大的限度了。我们的诱骗器只能诱骗到这个样子。A 口的测试的话，它最高功率的时候40瓦左右的时候，它的温度可以达到接近40度的温度。咱们室内温度的话是16度左右。有几次断的情况，就是这个诱骗器，因为我们功率调大了的话，它会停。41瓦的时候，也就是温度最高的时候，坚持了大概12分钟时间啊。39瓦的功率又运行了10几分钟。大家看看这个温度曲线，温度曲线的话跟功率曲线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。38瓦的功率又运行了十几分钟。温度的话表现还是算可以的了，40瓦左右的功率，38、9度的温度啊。单口充电测试咱们已经测试完了，我们现在要测试一下它2个口同时输出的功率的情况。我们先启动这个 Type-C 口的大功率，直接拉到15伏2安，也就是30瓦的功率。这个 A 口用 OPPO 的原装的数据线也把功率给它拉到最大，它不会断流啊。A 口的功率是24瓦左右， Type-C 口的功率一直29瓦。我们现在把 Type-C 口取掉以后， A 口马上变成高功率的60多瓦以上的功率啊。我们再插上 C 口，插上去以后，它也不会出现断流，但是它功率直接降到了24瓦。C 口这边的话，功率直接拉满，这就是2个口同时输出的时候功率分配的情况。咱们这个 OPPO 的车充前面的测试部分咱们都做完了，现在就是关键的一个测试它的文波输出，看看它文波表现怎么样。DC 转 DC 的电源，咱们上期视频的时候给大家讲了，这个升降压过程就会产生文波和噪声，所以说我们也要测试文波。5伏空载文波大概10毫伏左右，非常优秀的啊。正规品牌的充电器，它的文波控制都很到位的。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交流文波20毫伏，非常稳定啊。9伏空载文波也是只有10毫伏。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也是只有20毫伏。像这样的充电器对我们的电子产品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啊。12伏的时候，它的空载文波也是只有10毫伏。12伏2.5安3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10毫伏没有变化啊。15伏的空载文波也是只有10毫伏。15伏2安30瓦的功率，它的输出文波30-40毫伏跳动，也是很稳定的波形。这个充电器质量是非常好的啊。这一个车充所有的测试部分咱们都已经做完了，正规品牌的充电器1分钱1分货，绝对是做工是非常到位的。不管是测试哪一个方面，温度、功率、文波都是很优秀的。咱们下一期视频就是把它拆解开，了解和掌握更多配件方面的常识，请大家关注我，下一期更精彩啊！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关注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咱们下一期拆解这个 OPPO 的车充。